那你要怎么解释这段视频呢？没有，王居安没有对我进行过骚扰。那这个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在骚扰他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不惜牺牲色相，来勾引你的老板？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吗？还要像当初那样不留退路是吗？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。我说过，让你待在原地别动，我会来找你。没有保护好你是我不好。你曾拒绝过我，说我们不是一类人，不应该在一起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什么都打算自己来扛？是我惹出来的麻烦，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。这与你无关。上纯陷害你，明明是为了针对我，我会解决。怎么解决？小杜明显是拿钱办事啊，不可能滴水不漏，一定查得到端倪。总之，我不允许你为我背黑锅。那你也不用被迫结婚啊！说什么呢？戒指你都收了啊，不准反悔啊！你不是说不想结婚的吗？谁说我不想结婚了？上次分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没有你。刚才可不是为了救场才这么说的啊，那都是我的真心话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我就再说一遍，说100遍，说10000遍。苏梦，嫁给我，好吗？本来啊，这事情是可以平息了，结果呢，王居安又突然跑出来，
求婚视频又成热搜了。这个热搜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至少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。现在星月湾就没人再提了。你现在没人提，但是过2天呢，事情再发酵一下，谁又知道是什么结果啊？本来让那个苏沫承担责任就完了，现在好了，王居安又跟他搅到一起，那我们安盛根本就没办法撇清啊！董事长，必须采取行动，及时止损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董事长。谁呀？这么……喂，紧张吗？有点儿。还是想回来？我是在担心他们要让我继续担任 CEO， 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反对占多数吧。太好了，对于安盛，我俯仰无愧。眼下，我只想抓住最重要的。一开始工作会有些困难，而且会有人质疑。我一向喜欢挑战，不想在舒适区待太久。你没有影响工作，所以你是结婚还是离婚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有想法就早做准备，万一机会来了，就要一把抓住。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几个要团结，在具体事务上，我和思维有点分歧，那也是正常的，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爸妈都不在了，只要我们3个觉得我们是亲兄弟就行。你们是我的英雄，是整个安盛的英雄，我们将战无不胜。战无不胜！
今天的你很帅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别急，你出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不许哭啊！怎么那么没用？我是没用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。我怎么了？你怎么看着我？扶我起来！你刚做完手术，你得好好休息。哎呀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臭小子，把镜子给妈拿来，快去！行了，真是一夜白了头。什么董事长啊，女强人啊，卸掉一切光环之后，这才是我真正的张亚楠。妈，您别这样说，在我的心里面，你永远都和过去一样。我在你心里，不就是个霸道的巫婆吗？不是霸道，是霸气；不是巫婆，是女侠，披荆斩棘，战无不利。妈，您放心吧，儿子以后一定会为你争气的。嗯。奇迹已经找到了，躲在一个香港演员的家里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地址发来，等我消息。好的。天林，帮我倒杯水吧。天林去看王姐了，我来看看你。娟，是你啊！啊，来，快坐。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，我还以为你会恨我呢。生死面前，其他都是小事。经历生死的人是我，没想到你比我看得还透彻。我也差点失去最重要的亲人，我可以理解你，想在自己倒下之前，替天林扫清障碍。
也许天灵根本就不需要呢，这也就是做父母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当时我还怀着一个侥幸的心理，心想我偷偷的把这个手术做了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能度过这一关。哪成想，当场晕倒。这大概就是我赶走你的报应吧。这与报应无关，生病了还不休息，难免累垮。听说你还清理了安盛酒店的账目，我怕万一我从手术台上下不来，我不能给天灵留一个烂摊子。现在就没必要这么拼了，把身体养好，才能走更远的路。你真的是关心我吗？你就没有想过，趁我住院期间，夺回安盛的主导权？我已经对这种斗争没有兴趣了。你那么想见文化长廊，不惜跟我硬碰硬，现在你就放弃了？文化长廊是个好想法，你是怕我做得太大，所以一直反对。现在我退出了，你能更冷静地看待问题，我相信你会支持这个计划。况且，我之所以这么固执地回到安盛重启文化长廊，是想向我爸证明，他否定我是错的，当年把我赶走更是错的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证明这个必要了。你恨他吗？你是说王建明？对。按理说我应该恨他，但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王简和王思维，而他们也是我想保护的人。这么一想，就不恨了。那对我呢？当然可恨。不过你为我保守这个秘密这么多年，就冲这一点，我该谢谢你。王娟，你真的是温和了许多。只要想通了，过去执着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。还愿不愿意回来帮我？现在不怕我夺权了？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今后就算我们放得下，但是公众也不会忘得这么快。我和苏沫现在是话题的焦点，回到安盛，只会对安盛的口碑和信誉不利。你自己看看，安盛的股价已经跌成什么样子了？没有人坐镇，还谈什么口碑和信誉？王思维一直在处理星月湾的后续问题，他成熟了不少。我相信他可以胜任 CEO 这个职位。而且你很快就会出院了，安盛不会群龙无首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尚纯，他卯足了劲儿要跟我们大干一场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。
哥，这次尚纯被抓，安盛股票大涨，多亏了你，安盛不能没有你。就这么有信心，董事们会让我重回安盛？那是必须的。过去我也这么认为，但事实上，作为一个公司，没了谁都会照样运转。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，不只是安盛可以没有我，我也可以没有安盛。哥，你不会是不想回来了吧？不用去操心工作，每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好吗？你就不担心你天天在家待着，你喜欢的人嫌弃你啊？我才不会呢。说认真的，如果董事会通过决议，你必须得回来。先不说这个了，你的那笔赌债，我给你凑好了一半，那2套房产也有人出价了，凑到一块正好够你还债了。你的房子留着跟你喜欢的人结婚用吧。我已经准备把我妈那套房子卖了。不是舍不得吗？是舍不得。可是我相信，如果我妈在的话，她会支持我的决定。她不像大家所说的那个样子。我知道。啊，对了，那些钱我不能白拿你的，我用我的股份抵给你。不用了，算我借你的。你借我，你就不担心我不还给你吗？亲兄弟明算账，让我心里舒坦。行，就照你说的办。比起我自己的事情啊，安盛资金才是大问题。这身体还没恢复呢，就开始操心起工作了。我们小王总成熟了啊。那不操心不行啊，哥，说句肺腑之言，我想让你帮我。安盛现在元气大伤，资金方面出现问题，2期项目选。如果现在有人想投资安盛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谈一谈？小苏啊，老太太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受了点小伤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哦，这位应该是王思薇。何太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就是王菊安吧？对。好眼光。要说眼光好，何太太您更胜一筹啊！转型旅游业做得风生水起的，像您和先生这样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才值得我们敬佩啊！是，何太有意投资安盛，说明您的眼光是一流的。你看看这2位会说话吧，这一句话呀，把我们2口都给夸了。快，来坐。好，来，我来。慢点。对，你们不用跟我确认了，这届汉服展我就不参加了。我现在在嘉汇国际医院陪我妈。当然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再见。经理，哎，你别管我，你去参加汉服展。什么汉服展？卖保险的。您看看，这是我为您最新设计的汉服，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吗？我觉得挺好，根本就不需要改。真的？您喜欢啊？啊，我喜欢啊。好。哎，田玲啊，你的这个设计方案跟以前的风格变化很大呀。以前您总说我幼稚，一开始我不承认，可是最近我才慢慢发现，我的汉服受众都是一些10几20岁的小青年，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对我们的产品不感兴趣了。我好好想了一下，您说的对，要是想吸引各个年龄段的人，产品的设计就应该成熟于你。奇怪啊，
以前我怎么说你，你都不听，现在不管你了吧，你倒听话。人生的悖论。行了，妈啊，外面特别冷，我推您进去吧。哎，别，好不容易出来透口气，我不想回病房。您别着凉了。咱再待会儿。你也真是的，明天我就出院了，医生都不担心我，你倒担心我。还不是因为您自己强烈要求出院。对了，我听他们说，明天您一出院就要开董事会，在家歇2天吧。有一件事情啊，不能再拖了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安胜不好好的吗？今天早上我看股价还涨了。有什么事儿比身体更重要啊？我想让董事会重新考虑安胜总裁的人选。您是说，您想让安哥哥回安胜？是啊，当初我赶他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怪我吗？那个时候呢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。后来你不说了吧，我倒开始反思自己了。妈，您怎么也这样啊？这就是人生的悖论。你看啊，这个颜色和总体的设计真的特别好，点睛之笔。董事长，您大病初愈，还特地赶来，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呀。不过看到您恢复的这么好，大家都很开心。感谢大家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，对于我和安盛集团的信任和支持。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，所以还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一起并肩作战。董事长，我提一句，安盛的股价能够得到稳定，王总，我是说王居安王总，那可是功不可没呀。有没有可能把他请回来呀？这怎么可以啊？你这不是朝令夕改吗？有一句讲一句啊，王总的业务能力虽然突出，但是他搞出了这么多丑闻，万一他一回来，我们的股价又跌了，你这怎么办？你怎么？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关于王居安是否留任，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吧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好了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，